有时夜幕低垂，你的内心也随着暮色变得沉静，却在漆黑之中听见自己隐秘的颤抖。那些你逃避、不愿面对的情绪，在无光的角落悄然滋长，仿佛要将整个自我吞噬。你以为黑夜意味着恐惧，而阴影就是敌人，但若你愿意跨出一步，便能发现黑夜也是一支舞曲，阴影也能成为最忠实的共舞者。生理上，我们的大脑会在黑暗中分泌褪黑激素，让身体进入熟睡的预备状态。情绪亦如是，当你允许阴影存在，身心便进入一种深度自省的通道，为下一阶段的蜕变累积能量。然而，多数人习惯在黑夜里与自我对抗，极力想要维系那盏永不熄灭的内心之灯，却不知真正的安宁在于看清夜色的轮廓，与阴影共舞，才能体会光明的珍贵。心理学家指出，阴影代表着被压抑的自我，那是你在成长过程中遗弃的情绪，未被安抚的创伤，以及被社会、家人、自己标签为不够好的部分。当你学会在黑夜中正视阴影，不再否认它们的存在，便能将这些失落的碎片拾回，并以全然爱的眼光重新拼凑成一个完整的自己。具体而言，你可以选择一个无人打扰的夜晚，点上一盏微弱的烛光，让光线柔和地映出墙上的暗影，将注意力聚焦在阴影的轮廓上，聆听它所携带的声音，或许是一丝悲伤，或许是一抹愤怒，又或者是一段多年未细细品味的伤痛。当你不再急着将它们消灭、抹除、否认，而是以好奇、宽容的心，温柔地邀请这些情绪共处，你便完成了与阴影共舞的第一步。在神经科学的角度，这种接纳练习有助于减少杏仁核的过度活跃，同时激活前额叶皮质的调节功能，让理性的光芒能够照亮情绪的暗示。当你越能在黑夜中与自己对话，焦虑与恐惧的频率便会逐渐降低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稳定、深邃的平静，犹如静谧湖面映出满天星辰。接着，试着用身体去感受，可以伴随柔和的音乐，缓缓伸展手臂、脊椎、颈部，将阻滞在肌肉里的压力，如同缓慢融化的冰晶，释放到空气中。你可能会在某一个伸展动作中，突然感到一阵酸涩，那是过往情绪的结节被触碰，也是你与阴影进行肢体共舞的瞬间。在这个过程里，别忘了呼吸，将手放在胸口或下腹，感受每一次吸气与吐气的节奏，如同在与夜色共振。吸入的是夜的深沉与智慧，吐出的是内心的压抑与恐惧。每一次完整的呼吸，都像是你与阴影重新协商的契约。我愿意看见你，并给予你安顿。当你反复练习这场黑夜的舞蹈，便能在身心深处种下一显化的种子。因为在神经心理学中，情绪稳定与能量流畅的状态，正是显化奇迹的温床。你不再因为内在的阴暗面而自责，而是懂得回应它，温柔它，并将那份能量转化为对生命更深刻的同理与热爱。我曾陪伴一位学员，他因为多年的家庭冲突，将自己关进冰冷的心房。每当夜深人静，他就被压抑的愤怒惊醒，
却又害怕去认真感受那份脉动。在我们的工作坊里，他在黑暗中面对自己的阴影，一次又一次的像与影子共舞般，将愤怒化为强壮的力量，将悲伤化为柔软的泉源。最终，他在夜里找回了久违的安眠，也重新燃起创作的热情。阴影并非敌人，它只是渴望被看见、被拥抱的自己。当你与阴影共舞，每一个曾让你缩回去的情绪，都能在最柔软的舞步中得到疗愈与整合。你的频率因此稳定，能量因而澄澈，显化的道路也因而更加清晰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当你再度面对黑夜，请轻声对自己说：来吧，让我们舞一曲，让阴影与自我在没有评判与恐惧的夜里携手旋转，交织，升华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光亮正是在与黑夜共舞的瞬间从心底绽放。阴影背后的渴望是你真正的显化密码，在内在深处总有一道光芒在暗处闪烁，它隐藏在你不愿面对的角落，却无时无刻不在呼唤。那是你最原始的渴望，带着未被疗愈的创伤。当你敢于凝视这道光，才是真正的觉醒开始。每一次逃避都是对自我的否定，你将欲望深埋，却让它以阴影的形式缠绕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未被接纳的情绪会在潜意识中激荡，这些未满足的需求如同磁铁，吸引相似的经验。你的恐惧其实是一种讯号，它在提醒有一部分的你渴望被看见。当你学会拥抱阴影，就能接纳那份被遗忘的渴求。爱情、成功、自由都源自此。想象一座火山，地心的熔岩积聚压力，表面平静，却随时可能喷发。你的阴影如同那熔岩，当你掩盖它，只会增加内在张力。真正的显化从来不是掩饰，而是让光照进深处，化解压抑。心理学中，阴影是人格的一部分，荣格称之为 shadow， 它承载着你被社会规训的欲望，却恰是你最具创造力的泉源。你或许曾在童年被告诫不要贪心，于是你学会压抑渴望。长大后，财富与爱情总是遥不可及，因为你不允许自己拥有足够的欲望能量。潜意识里那份罪恶感成了障碍。要解锁这把密码，先要看见阴影。练习一种简单仪式，每天静坐，闭上眼，感受内心微动。当某种渴求浮现，不要否定，看着它，如观星空，惊叹它的存在，而非抗拒。在神经回路中，当你接纳一个情绪，对应的回路就会重组，新连结带来新可能，你因此摆脱旧有的自我限制，你的能量场开始扩张，放下社会对该有的定义，学会与自己对话，问自己，这份渴望对我意味着什么？它想带我走向哪里？答案往往超越理性，那是灵魂的指引。在此过程中，恐惧会再次来袭，它以各种形式试探你，这是痛苦的成长。当你选择前行，它便自动退去。于是，阴影与光明达成共舞，渴望不再成为黑暗的锁链，而是推动你前进的风帆。你开始吸引和谐的关系，金钱也更自由地流进生命，不再是外在的奢侈品，
而是你对自我的自然回馈。这些改变看似神奇，却有迹可循。它来自于你与潜意识和解。从此，你的显化不再只是愿望清单，而是生命本身的展演。让那深处的光穿透每一道裂缝，让阴影披露它的真相。这便是你真正的显化密码。黑暗并非毫无价值的空洞，在深沉的夜色里藏着一份神秘的礼物。当你不再恐惧阴影，生命便迎向新的转折。从前，我们被教导要逃避恐惧，朦胧的心绪被压抑在无形的牢笼。心理学里，那是未被整合的阴影面向。荣格称它为 shadow， 它承载着被否定的欲望与情绪。我曾以为黑暗只带来痛苦，然而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当你面对深处的情绪时，脑中的神经回路会重组，正向的突触连结，化解旧有的创伤模式。于是，每一次凝视阴影，都是灵魂的重塑。回想那场令人窒息的失败，我藏起了挫折的羞愧，却在夜里反复咀嚼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允许自己放声啜泣，沉痛成了通往自我同理的桥梁。那一刻，我在内心深处听见低语。他说，这不过是生命的试炼，不去回应，恐惧就永远如影随形。我于是学习与焦虑共处，并为它取名。我称呼它为小夜灯，因为它像微弱的火花，提醒我未疗愈的创伤。当我为它点亮蜡烛，就能看清自己。我看见那段被否定的渴望，也回到内在的完整。心理学家爱丽丝指出，未被接纳的信念会在潜意识中自动运作。当你接纳阴影，它的能量不再投射成自我设限，而是化为好奇的推动力。神经回路的可塑性让新行为模式成型。于是，我开始倾听心底的低语。我问自己，这段痛苦想要教我什么？在答案浮现的瞬间，黑暗转为智慧。它如明灯，照亮下一段旅程。有一天，我站在悬崖边，惊恐涌上胸口，身体僵在原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回想那句低语：勇气不是无惧，而是在害怕中仍选择前行。我跨出一步，感受到冷风拂面。那刹那，世界仿佛静止。我体会到自身的韧性，与阴影共舞。黑暗竟成为成长的催化剂。成长的过程并非一蹴可及，你需要屡次回到阴影里，拥抱脆弱。爱与理解是最深的疗愈力量。当你能对自己说，我理解你，请继续说下去，阴影便开始发光。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刻，静坐关照，聆听内在的声音，不带评价。那声音可能低沉，也可能激昂，它是你尚未开发的智慧宝藏。当你接纳所有的恐惧与羞愧，人生道路变得清朗。过去的阴影不再是恶锁，而是指引。它带你走向更丰盛的自我面向，爱情也因而转化。你不再渴求他人拯救，而是在完整的自己里找到共鸣。人际互动由依赖变为相互成就，金钱与成就亦如是。你不再因不足而焦虑，而是以好奇心探索未知的可能。资源成为成长的燃料，而非衡量价值的标尺。阴影成为人生明灯，在最深的黑暗里蕴藏着最纯粹的真相。当你愿意伸手拿起那份礼物，便打开了生命的宝盒。在里面，你将找到超越恐惧的勇气和成长的智慧。
让阴影的光成为你前行的指北。从今以后，黑暗不再是尽头，而是通向更高境界的起点。与阴影共处，是灵魂成长的礼物。当夜幕降临，最深的恐惧也随之苏醒。你或许以为阴影只带来不安与逃避，然而在那沉重的黑暗里，藏着一份珍贵的礼物。阴影是你被社会与经验压抑的部分，它承载了被否定的渴望与情绪。当你开始正视它，便开启了自我整合的旅程。在神经科学的视角里，压抑情绪会固化神经回路，未被疗愈的痛苦如同重复播放的录音带，每一次逃避都是在加深回路的连结。唯有接纳，才能重塑脑内的突触连结。我曾在夜里颤抖，无法面对心底的阴影，那是童年留下的羞怯与无助。每当想起，呼吸便跟着急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选择静坐，正视内在的颤动，闭上双眼，感受身体的颤栗。那是一种未被倾听的呼喊，它如潜伏的火山，随时准备喷发。我告诉自己，让它自由流动，不要压抑。当泪水划过脸颊，情绪得以流动，这并非脆弱的象征，而是疗愈的起点。脑科学研究指出，流泪能释放压力荷尔蒙，在此刻，身体与心灵同时重启。阴影如同被囚禁的灵魂，若不打开牢笼，它将永远无法绽放。当你学会与它对话，你便开始了成长。那是从自我否定到自我接纳的转折。我对那道阴影取名为夜之使者，因为它带着未曾倾听的讯息。每当恐惧袭来，它便现身。它提醒我，有部分的自我仍在呼唤。在静默中，我开始询问：你的声音想告诉我什么？答案并非理性的思考，而是一段段模糊的记忆与感受。我看见曾经的挫败并非绝对的失败，它是一次次学习的火花。当我拥抱那份羞愧，才能拾起遗落的勇气。阴影于是化为明灯。成长的道路并不平坦，你需要一次次回到内在的幽暗。每一次的承认都是对自我的抚慰，每一次的接纳都是对未来的拥抱。在自我对话中，我重塑内在的信念：我值得被爱，我有能力改变。这些肯定如同涓涓细流，渗透深层，神经回路渐渐重组，带来新生的能量。阴影不再是绊脚石，而是成长的催化剂。它提醒我，真正的力量源自真实，不需要伪装，也不必逃避。于是，我与恐惧共舞，让那份微弱的战力成为前行的节奏。在每一次颤抖中，我看见勇气的轮廓，那是灵魂深处最纯粹的光芒。当我在夜里阅读自己的阴影，就像在黑暗中点亮烛火，微弱的光线却能驱散迷惘，让我看清心里最渴望的方向。阴影中的智慧如同隐藏的宝石，只有在深处挖掘，才能绽放光彩。它给予我反思的镜子，映照出未曾察觉的自我。在这趟旅程里，我学会了同理，对自己也对他人。当你能理解自己的阴影，便能更柔软地接纳别人的不足。人际的互动也因此转化，不再是彼此投射伤痕，而是相互陪伴，共同照亮。阴影成为连结的桥梁，在事业与创造中，阴影亦如此。
你以为的缺陷，往往是独特的天赋。当你敢于展现它，才能开创新的可能。金钱的课题也与阴影有关。匮乏感来自深层的不安全感。当你疗愈内在，财富才不再稀缺，而是自然流动的能量。与阴影共处是一份礼物，它让你突破自我设限，在深深的黑暗中发现灵魂的光。那道光胜过任何外在的璀璨，每一次凝视都在雕塑全新的自己，每一次接纳都在扩张灵魂的疆界。阴影与光明不再对立，而是合奏出生命的乐章。让我们张开双臂，拥抱一切，向内探寻，获得无限的富足。在黑暗里点燃内在的明灯，与阴影共处，便是灵魂成长的礼物。与自己的阴影和解，迎来全新的自己。当你凝视深处的恐惧，才能与它携手。阴影并非敌人，而是未被接纳的部分。在黑暗中，它默默等待你的回应。每一次抗拒，都让它的力量更强大。唯有和解，才能真正转化创伤。心理学家荣格指出，阴影是人格的一部分，它承载着被压抑的欲望与恐惧。若不面对，便在潜意识中蠢蠢欲动。神经科学证实，压抑情绪会加强回路。相反的，觉察与接纳能重塑突触连结。脑内可塑性正是疗愈的关键所在。我曾追寻光明，却始终感到空虚。直到某夜，我独自坐在床边，脑海中浮现童年的羞怯片段，心跳急促，汗水渗透衣襟。那一刻，我决定不再逃避。我深呼吸，聆听内在的颤音。阴影像潮水般涌现。我轻声对自己说：我在这里，愿意与你同行。泪水滑落，是接纳的证明。情绪的流动，如同河流解冻。在静默中，我映照那份恐惧。它告诉我，我害怕不被爱。那是童年缺乏安全感的回声。我将恐惧揽入怀里，像拥抱孩子，说出我爱你，并感谢你的存在。此刻，神经回路悄然重组，压力荷尔蒙渐渐平息，焦虑不再如影随形。我体验到深层的宁静，这是和解的第一步。接下来，我学习对话，不是与理性的自我，而是与阴影。问他，你想要什么？他回应，我渴望自由表达。我允许自己放声歌唱与哭泣，让情绪以健康方式宣泄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发现创造力苏醒，过去被压抑的灵感如泉涌现，画笔、文字、音乐都成为出口。阴影不再阻碍，而是灵感的源头。我将此称作心灵对话仪式。每日静坐，为阴影留下一席之地，感受它的存在，不加评价。当恐惧再次袭来，我微笑迎接，说：谢谢你，让我更完整。时间流转，心境悄然改变。我不再抗拒镜中的自己，暗影融入光明，交织成新的画面。在每一个细胞，我感受到活力。这是灵魂蜕变的印记。人际关系也因此转化，过去的依赖与投射逐渐消失。我以更真实的自己示人，他人也被我的诚实所触动。互动从比较变为相互欣赏。在职场与生活中，压力变得可控。我不因恐惧而退缩，反而在挑战中成长飞跃。
每一次挫折都是阴影的呼唤，提醒我深觉内在的力量。金钱课题也随之解锁。匮乏感源自不安全的内在信念。当我接纳那份不安，丰盛才能自在流入生命。资源不在外求，而是内在的回响。如今我站在晨光中，回首曾经的黑暗旅程，那些阴影成为成长阶梯。我拾起自信，迎向崭新的自己。灵魂如同凤凰，在灰烬中众生，与自己的阴影和解，是最深的爱的展现。当你敢于拥抱黑暗，便找到通往光明的钥匙，迎来全新的自己。正是这份和解的礼物，阴影中的智慧，成为你人生的明灯。当夜色笼罩心灵，最深的恐惧也随之苏醒。你或许以为阴影只带来压抑与逃避，然而在那幽暗之处，潜藏着无限的智慧。它如同黑夜里的星火，等待被灵魂点燃。它承载了被否定的欲望与情绪。在社会的规训下，我们学会掩藏真实，每一次掩盖都是对自我的背离。阴影恰是那未曾说出的部分。神经科学证实，未被表达的情绪会在脑中形成强固的突触回路，在逃避与压抑间，痛苦不断重演。正如录音带反复播放同一段落，唯有直视才能改变神经连结。我曾在职场的压力中挣扎，每次批评都在心底留下伤痕。我学会伪装微笑，掩饰内心的颤抖，直到那天夜里，我在镜前崩溃，泪水滑落，是灵魂的呼喊。我决定不再抗拒内在的声音，闭上双眼，感受胸口的震颤，那是被忽略的真实自我。我轻声对自己说，我听见你了。泪水成了释放，也是疗愈。在静坐中，我开始与阴影对话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我问。他以影像与感受回应我。儿时的孤独与不安再次浮现，那段未曾疗愈的记忆呼唤我接纳。我拥抱那份羞怯与恐惧，如同拥抱被遗弃的孩子。我感谢他对我的保护功能，那曾经让我远离危险。如今，智慧在阴影里升起。当你能接纳阴影的声音，它便化为内在的明灯，指引你看清真正的渴望，让生命不再徘徊迷失，而是沿着光明的轨迹前行。在每一次恐惧来袭时，我练习深呼吸与自我对话，让心跳平缓，让意识清明。我感谢这份不安的提醒，因为它藏着未被照顾的角落。那次我在悬崖边颤抖，风声如呼啸的过去记忆。我回想自己与阴影的连结，心中骤然涌现一股勇气。我跨出一步，迎向未知。在那一刻，我看见灵魂的力量，黑暗成了推动成长的引擎。每一次勇敢都是智慧的回响，每一步前行都照亮下一段路。阴影成为最真实的向导。心理学家爱丽丝指出，接纳阴影可重塑信念系统。当你说“我理解你”之时，大脑的可塑性便开始运作，新的突触连结带来新生。于是我开始撰写内心日志，记录阴影的低语与光明的启示。每一段文字都是疗愈的证明。在书写中，我与自己和解，智慧如泉涌，流向生命的河床。阴影中的智慧不只是疗愈，它更是创造的源头。
那些被压抑的热情与灵感，在接纳中重获自由与力量。艺术、文字、音乐皆因而丰饶。在与阴影共舞的过程里，我了解到真实的自己，不需迎合他人的期待，内在的声音才是最高权威。它带领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，人际关系亦因此转化。我不再以取悦为目的，而是以诚实和同理相待。阴影成了连结的桥梁，让互动更具深度与真诚。在事业的选择上，我不再迷茫，过去的恐惧不再左右决策。我聆听内在的渴望，顺应灵魂的召唤而行，成就因而更贴近本心。金钱与丰盛也在理解中流动，阴影里的匮乏感被爱与丰盛取代。我信任生命的流动法则，当我内在完整，资源自然相伴，丰盛成为灵魂的回声。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我再次打开内在光明之门，阴影与智慧并肩同行，成为我人生的永恒明灯，在黑暗里点亮最真实的自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